现在从德令哈去大柴旦的翡翠湖。大柴旦的翡翠湖也是现在的网红景点。目前这里是免费，但是可以看到正在修建一些大门的一些停车场。现在自驾车还是可以开进去的。这个翡翠湖盐湖面积也比较大，这里面聚集着比较多的人，但是如果想要拍到一些人少的照片，可以把车往里开一开，还有不少地方。这个翡翠湖顾名思义，有很多湖的颜色是翡翠色的，非常绿。很多人在拍照，这里面也是无人机拍摄，非常漂亮。从空中看上去，一块一块的翡翠。我们这次也是带了个无人机，看一看效果。从空中看下来，确实非常好。光是单一的绿，越往里走，人越少，所以拍照会拍得更漂亮一些。相比于察哈盐湖，这里面就显得清静了很多，有很多地方都可以慢慢的拍照。但是这里面的盐湖不太容易下去，也没有租用的雨靴，很多地方非常深，所以大部分人是在边上来拍照。这里面有个不成文的规矩，如果下到盐湖必须光脚，不能穿鞋。湖里面的盐碱还是非常扎脚的，很多人在这一块拍照，所以要趟水过去。这个水不凉，但是确实比较扎，只能慢慢的走，还是要非常小心。右侧的湖还是比较深的，我个人感觉这里面比察哈盐湖要漂亮很多。大柴旦的翡翠湖日落是非常美的，这一片真的像镜子，所以说这一块可以说是天空之镜的感觉。这个盐湖是可以下去的，只要你不怕扎脚，很漂亮。远处的云也是形状比较特别，可以在这面摆摆造型。我是行走世界的北京老刘，这里是大柴旦翡翠湖，接下来会有更精彩的青甘大环线的旅程，请大家关注。今天从大柴旦来到了东台吉乃尔，这里也是目前最火的中国景点，有马尔代夫之称，现在免费。其实这里面也是盐湖，但是面积非常大，远远的看去像是在海边，因为它的颜色像马尔代夫的海水颜色，所以被称为中国的马尔代夫。这里面目前虽然是免费的，但应该很快就要变成收费的了，来的游客越来越多。看看这湖水，颜色非常漂亮，而且是有好几种。
这个盐湖也不是很深，如果胆子大也可以涉水过去。但现在的游客还是有比较强的保护意识，真正进入到湖面的人并不多。确实好漂亮。这里面也有不少放飞无人机的。目前这里头还没有对旅行团开放，一般到这里面的都是自驾过来的，或者找当地的司机包车。一路上的交通还是挺方便的，很好走，会有指示牌。东台吉乃尔现在是非常火的旅游景点，所以到青海自驾的这个是必经之地，只有停车费10块钱。芒崖周边有2个大景点，一个是艾肯泉恶魔之眼，另一个就是这个芒崖翡翠湖。青海有2个著名的翡翠湖，一个是大柴旦的翡翠湖，另一个就是这个芒崖翡翠湖。大柴旦的翡翠湖除了有绿色，还有其他的颜色，但这个芒崖的翡翠湖完全就是翡翠的样子。这里面也是免费的，总的来说游客不多。这个翡翠盐湖面积也非常大，可以在上面走一走。今天虽然天气不太好，但是并不影响这个翡翠湖的绿。这个翡翠湖有一些地方还是挺深的，所以只能在边上走一走。哇，确实太绿了，真的就像翡翠一样的绿。这应该是我见过的颜色最绿的湖了。这次是自驾青甘青海甘肃15天，真的是大美青海。这些地方既不要门票，景色又是非常出奇的漂亮。走在这个翠绿的湖面上，简直太美了。这个就是盐湖啊，它并不是说那种
昨晚住在了芒崖，今天上午去芒崖的艾肯泉。这个艾肯泉也被称为恶魔之眼，也是今年青海非常爆红的一个景点，目前也是免费的。这里没有公共交通，所以都要自驾或者包车过去。很多蚊子。这个艾肯泉进去其实就是一片像是硫磺泉，周围都是各种颜色的，红的、黄的、绿的，看着还算是漂亮。这个艾肯泉只有泉眼周围被绳索圈起来，其他地方可以随便走，有点像黄石公园的一些地方。这里有很多人都是用无人机来拍摄的，因为平着视角看过去其实有点平淡无奇。看，这就是泉眼。现在我们在艾肯泉，这样看过去，这个泉眼平淡无奇，但如果无人机直冲到天上，效果就完全不一样了。一种圣诞咖啡。从青海湖开车到茶卡盐湖只有2个小时左右。现在茶卡盐湖的门票是60块钱，但是不包括这个小火车。茶卡盐湖的整个步道大概有4公里，如果你要觉得走得累，就可以坐。从这个广场就可以看到整个的盐湖，颜色比较一般。这个平台上有非常多的经幡，准备步行走到最远的茶卡盐湖。这是岩雕，可能是成吉思汗吧。即使是在夏天，茶卡盐湖的气温也是比较低的。你看车上的人穿的都很多。这个小火车也有几个停靠点儿，其实如果时间富裕，可以每个站点下来都有不同的观景点。准备下湖。今天天气不太好，阴云密布的，是不是还下小雨？盐湖上还有一些小船儿，可以作为拍照的道具。因为天
天气不好，所以拍照的效果很一般，也没有天空之镜的感觉。这个盐湖平时非常浅，只有几厘米的深度，但最近下雨比较多，这个盐湖大概有10几公分。其实现在的茶卡盐湖有2个景区，这个是老景区，还有一个是天空1号。据说天空1号拍日出是比较漂亮的。有人说茶卡盐湖是中国的天空之镜，但是跟乌尤尼的天空之镜比较起来，确实差的还比较多。甚至在青海境内也有很多的盐湖比茶卡要漂亮很多。这次行程我要去翡翠湖，带大家看看更漂亮的天空之镜。敬请关注我后面的15天青甘大环线行程，谢谢。今天从张掖去祁连山景区，路上就被油菜花惊艳了，简直太美了！蓝天、白云、金黄的油菜花。青海7月油菜花真是遍地开。感觉这边的油菜花要比青海湖的漂亮。继续开车向祁连山进发。今天的天气超好，一路上蓝天白云。这里都算是西藏，大西藏。那是藏区。看看。这是祁连山的油菜花。祁连山这边最著名的叫卓尔山风景区，门票80块钱。我们现在坐着景区的交通车往山上去开，路上非常漂亮。前几年我在6月份来过一次祁连山，当时油菜花还没有开。卓尔山虽然是4A 景区，但是它的风景足以惊艳，远超很多5A 景区。现在开始爬山，从山上往远处望去，油菜花也很多，
还有雪山，看看这壮丽的风景。这个景区直接有栈道，沿着栈道往上爬观景，一路都非常漂亮，一步一景，越往上走越漂亮。我拍了几个小视频竖版的，放到了我的抖音上，行走世界的北京老刘，非常非常的漂亮，比横版的看着更漂亮。相信每一个人第一次来祁连山的卓尔山，都可以被它的景色惊艳到。这里面也可以飞无人机，看看远处的村庄。这些村庄的人简直就是生活在仙境中。真的是太美了，美到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了。大家静静地欣赏1分钟祁连山的卓尔山壮丽的风景。今天从敦煌来到了张掖，到达七彩丹霞公园已经是傍晚。我们是从西门进来的，第一个景点似乎没有想象的漂亮。现在有点下小雨。去到了第二个景点，没想到小雨中的丹霞地貌格外的艳。张掖的七彩丹霞公园里面有4个观景台，景区小动车都可以带着走到这个观景台，设计的还是非常合理的。每个观景台面积都不小，所以拍照并不觉得拥挤。这个张掖七彩丹霞公园的门票还是非常合理的，只有几十块钱，而且可以2天无效。景区的交通车每一次是20块钱，如果你第2天来，就要再单独花20块钱的景区交通车。路上碰到一个摄影师，他曾经4次来过这个张掖的丹霞公园。他说今天这个颜色是他所见过的最鲜艳的一次。确实，小雨之后的这个丹霞的颜色比平时好像鲜艳了很多。很多游客都非常的兴奋。看看像不像五花肉？
这个都是没有滤镜的，非常原始的颜色，但是非常的鲜艳。这个颜色的丹霞地貌在世界上也是不错的了。这个位置的观景台，整个的丹霞地貌的颜色是最丰富，它应该算是3号观景台。这里边都是不能进去的，都只能在观景台上去看。确实很漂亮。如果把这4个观景平台都踏踏实实的转一下的话，至少是半天的时间。一般来说，上午和傍晚这个时间段最好。我们是下午4点进的景区，准备一直待到日落关门。但是今天因为是阴雨天，没有太阳，所以如果一会儿光线变暗，我们就准备离开。这个时候颜色是最漂亮的，所以一定要记住啊，雨后的张掖丹霞七彩公园颜色是最漂亮的。如果是大晴天，颜色反而不好看。第2天早晨，我们又再次来到了公园，买20块钱的景区交通车就可以了，不用再买票。今天能够看到日出，有太阳。现在可以看到天边慢慢变红了，太阳快要出来了。下面的道路上的就是景区交通车，这个道路上是严禁走路的，也不允许私家车，只能是景区的交通车。这里面也有热气球，不过看着现在的热气球都是用绳子来牵，现在太早了，还没有游客成行。到了张掖，我们住了1天，接下来继续往祁连山出发。谢谢关注。